喂，大家好，好久没录了。然后大概这个13.3的这个版本更新之后，大概聊一下这个环境大概是怎样吧。首先是我们通常就是开局喷的装备是战士装的话，会考虑下面这几个啊，这个螃蟹，这个毒狗之手，还有卡密尔。现在卡密尔的优先级稍微低一点，史密奇的这个优先级高一点，大概都会讲一下。还有艾克、艾克，然后安比萨、小菲爱。小菲爱现在我是觉得狗都不玩了，就小菲爱感觉不太可能去碰。然后这乌尔加特应该也不用讲，这乌尔加特我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现在要乌尔加特的人比以前多很多，而且很容易出现同行。但是你成型还是挺牛的嘛，就是4炮3试验那一套。那大家如果就算你不赌的话，拿来过渡也是还可以的。然后这是卡米尔，卡米尔现在如果要那个，这个神器，神器。这现在如果要赌的话，除非前面来很多，或者是有那个特定的神器，你可以考虑就是6等抽卡米尔3，不然通常现在的共识是去7等玩史密奇，然后史密奇的话前面就是前面2星或者是1星的时候，我是建议就给一个泰坦，一个吸血，剩下随便补一件这个物理装都可以，就是反正他就是前面先拿这2件装会特别的好过渡，就算你不赌的话，拿来过渡也是很不错的。然后前面我是建议可以考虑这样开，7等或6等可以考虑开这个这个3化学，然后2斗士，然后7等看要补那个艾克，抽艾克就补艾克，没有艾克就补一个秘术。对，那通常就是这样过渡的。因为这样过渡3化学，然后分史密奇，这样子你如果你前面再蹲转连败的话，你吃到一层有一个 Nico 就是赚的嘛，有一个小 Nico 其实就是很赚的。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可以等300层或400层，可能会给2星史密奇加2星的那个嘛雷尼，或者是史密奇用的装啊，其实就是有用就收就行了，有用就收菜，就是这个不要求太高。然后这个有一套就是我听别人说有一套什么卡牌加卡牌的加卡牌，然后还有那个洛里斯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史密奇瑞尼卡牌追3啊，其实这个就是搞的，因为卡牌就是来搞笑的。你卡牌不管你卡牌抽3，在7等抽3的难度跟艾克2的难度，其实艾克2还比较简单，艾克2还比较强。我就想不到任何理由说这个，然后你有 AP 装给这个叫谁啊？给这个艾克消耗就好，你不可能说你要去追一个卡牌3，那不知道谁教的，反正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肯定是开那个肯定是开高刺客古金克斯跟那个艾克，怎么可能有人去玩卡牌？就没有道理去玩卡牌，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史密奇就是炼金史密奇，这个其实我玩挺多的，上版跟这版都玩挺多。这个肯定就是开3化学，或者是后面补高化学或高刺客，没有人不可能补4指法，然后去追卡牌3，想想都觉得抽象，对吧？这个史密奇刺客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艾克也行，艾克就上8碗嘛，但是通常要上线的话，还是得有史密奇3。对，这战士装大概就这样嘛。然后剩下的 Fi 跟4费的 Fi 跟的安比萨也可以接，然后看你要玩什么都一样。然后还有夜曲我这版本只玩过1次，所以我也不确定他如果战士装去赌的话会怎样。应该是要很糊才能玩，就是跟上一版的卡米尔差不多。对，我感觉应该是这样。那剩下开局就是前后排。
没有战士装，还有如果是正常过渡的话，这几个人也能带战士装过渡。这几个人带战士装过渡还是很不错的。泰坦，对，这几个人带战士装过渡，可以正常2星过渡的话就过渡上8玩老鼠，或者是只要带 Vi 跟那个，只要把那个 Vi 跟那个叫谁啊，暗贝莎塞进你的阵容里就可以带。对，然后现在是正常前后排开局。正常前后排开局这边可以大概提一下，就有些装是可以无脑盒的，就是不用管说你开局是什么体系，有些装就是看到就是可以直接无脑盒。青龙刀还有肉装嘛，肉装其实我都觉得可以无脑盒，虽然日连稍微差一点，然后这些肉装什么反甲龙牙这些反甲龙牙我都觉得可以无脑盒。然后这边比较可以提的是无尽这个装是可以无脑盒的，对，就是它跟法豹不一样，法豹这个装不能无脑盒，然后无尽是可以的。讲一下为什么，因为版本的阵容里面的法师嘛，法师是提供多少法强？150吧，8法是150，然后6法是105，我记得。对，那相对来说，如果你玩法师的话，你就是抽牌的时候抽到可能乌鸦2了，然后勒布朗来了，就是8等抽牌的时候勒布朗来了，那你前面无尽做了会怎么样吗？其实也不会怎样。为什么？大概解释一下。因为第一个是，如果你海克斯或者是有做出法转，那不用说嘛，就是8法嘛。确实，缺那个小可爱。柔一 ，OK， 那就是8法嘛。那8法师的话，提供的法强是150，然后随便带2件装，就超过大概要300多的法强。那300多的法强，那你法豹跟无尽只差了35 AP， 那个 AD 你可以当没有嘛？那法豹也只比无尽多35 AP， 在这个法师体系下，基本上都是没差的。就算你是玩没有法转，然后是去玩外交法师，没事。就算你是去玩外交法师好了，你玩外交法师，你这个拿掉。你去玩外交法师，你这个法强其实也没有差多少，因为你这个4法师也是55吧，55，然后加上如果你旁边有一些法系装，也只亏一点点的那个AP 系数。但是反过来说，这个版本里面的物理阵容里面是没有人的攻击力是可以提供那么多攻击力的。就炮手这个羁绊虽然能提供不错的攻击力，但是其实炮手开到4的话，其实正常的运营阵容开到4是没用的，都是得赌2费3星。所以说相对来说就是法豹是没办法直接无脑做的，因为4费阵容没办法直接消化掉这个法豹，物理阵容是没办法消耗掉这个法豹，但是法系阵容是可以消耗到无尽的。所以说法系阵容消耗无尽其实就是消耗大件，就是通常都是几个收法嘛。一个是青龙刀，但是青龙刀通常你不要那么多水滴，因为你还有水滴要做电刀嘛，对吧？那大件剩下第2把大件开始要怎么消耗？一个是无尽，然后一个是科技枪。对，这些是消耗这个法系阵容消耗大件的方法。无尽是可以直接无脑做的，因为不管是其他物理阵容，飞机、船长，还有老鼠，这些无尽都是好装备嘛。所以说还有执法也是好装备。所以
一则也是好装备，所以说无尽这个是可以无脑做的，有就做，就是看到就直接做，没有道理等了。对，法爆可能是要等你抽完牌，或者是已经很明显要玩法师才去那个才能做，跟无尽不太一样。对，这个倒是做装上一些差别。好，那再来是讲到还有什么阵容？前后排连败是优先去玩极客嘛？极客这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就懒得点出来。连败的话，因为极客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还有就正常过渡的老鼠，我觉得就是没有拼多多这一套，拼多多就是搞的，就是我玩的少的人一定就是会推荐拼多多的，一定是老鼠玩的少，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觉得，会推荐拼，因为你8等上来抽牌的时候，99%是要上5实验体了，有没有转都一样，就是没转职的话，你也是上5实验体；有转职也是上5实验体。8等的时候，因为8等的时候拼多多就没什么道理，因为你8等的时候怎么拼都不会厉害，很难超过这5实验体的 CP 值啊。因为你要厉害的话，要拼多的话，你要厉害，其实基本上要有这种东西，还有这种，你基本上没有这些东西，你拼多就是搞的。就算你有终身黄铜，我也觉得那个你玩老鼠玩终身黄铜也是搞的。我靠，终身黄铜就老鼠是可以选，但是没有说到特别厉害。因为第一个是原本彩色是 OP 到不行，现在被砍了之后，第一个你要回想一下，那个终身黄铜是给什么？是给增伤跟减伤嘛？减伤现在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就一点点。那增伤老鼠这些人根本就不需要增伤，凯特琳狙击手执法，老鼠那个狙击手，他们两个基本上增伤的效益不是特别高，不是特别需要。然后前排这些小朋友卡，这完全不需要这个增伤。这个 fight 其实也跟增伤也一般，就是你如果真的要吃到增伤的 value， 你就是要有铁男跟蓝宝，那就是9等以后是。那8等来说，就是基本上都是直接开5实验体就好。那你玩黄色的黄铜，我觉得老鼠选就有点搞。然后如果是彩色的话，也是得9等才能发挥实力。对，那如果你是一个你确定你能上9等，我才会选黄铜。对，那黄铜就是就加增伤这个卡，这个效果是比较适合这种有面板，然后出个暴击，然后有面板的角色，像譬如说希尔科霸主就挺适合。希尔科现在挺弱的，他如果要玩，我觉得就是要有黄铜，因为他就是出2个频率嘛，3个频率不2个，他就是直接出3个频率嘛，然后如果海克斯补一个增伤，然后或者是一个暴击，那他的伤害就勉强能接受。不然他如果正常没有任何增伤的话，他的伤害跟恶性乌鸦是一样的，是高的，就是不会有人去玩它，就是玩乌鸦就行了。如果没有任何海克斯，因为乌鸦的那个叫什么？乌鸦的那个叫那个羁绊有面板，有2个面板1个增伤嘛，对吧？所以乌鸦其实就是比希尔科就是更低的价钱一样的效果。如果没有黄铜之力的话。对，这就是黄铜之力，我才会考虑玩希尔科啊，不然我基本上不考虑。对，那一开始比较法系过，反正有装就做嘛。一开始可能有羊刀就做，羊刀、青龙刀，反正我都有就做。羊刀、无尽，那这些有就做，那其实进到4阶段的时候，你就是要考虑我是基本上是考虑3个体系啊，然后怎么决定，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考虑3个体系是就是伊罗伊体系、盖伦体系，还有老鼠体系。这3个我是怎么决定的？一般来说，就是我抽牌的时候。如果来妖姬的话，
那我大部分是，如果大部分妖姬我会偏向去玩法师，就是外交法或者是霸法，但是可能4+2海克斯还没开，还有4+5名片可能会刷到，所以先那些小朋友小卡小费就是1费的这些法师我会留在板凳，就是放着，卡钱也没关系，就是放着赌一个名片的机会。那如果进 LB 的话，那前排 LB 的话是前排这2个都有完整体系，一个就外交法嘛，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一罗一其实也可以拼，一罗一哦，等一下，一罗一在哪？到了，一罗一也可以先用这个过渡。哦，室温就是7人口嘛，先组成4法，然后2秘术3那个3蓝法，然后通常我都再补一个斗士在这边过渡，有发转的话就6法。对，然后这个是一罗一抽到2的时候，就反正就看你抽牌，然后有进 LB 的时候，那有盖人的话就是老样子嘛，使者法，这个大家应该也看过，等，使者法，小炮。那个刚刚一罗一那个要记得开3黑莓，我刚好没按到，不过反正你记得开3黑莓就行了。然后就这样，这使者法哦，缺一个谁啊？哦，缺一个蜘蛛。就是这就使者法，就是抽到 LB 的时候会优先考虑这2条。那抽到吉因克斯的时候会优先就会去玩蓝法。蓝法的小牌在不卡利息的时候要尽量留，因为可能会进吉因克斯。蓝法的问题就是没抽到吉因克斯，那如果有抽到吉因克斯的话，那蓝法还是很牛的，就补到7蓝法。那看你还有留到什么，然后剩下随便补，就是一样，就是老样子，就这样，就是去玩蓝法就是抽到吉因克斯的时候，然后抽到 LB 就是往法师靠。那抽到女警就是往老鼠靠，然后这些人的装备其实无尽的嘛，反正就直接装上去就好。因为蓝法也是有面板的，所以你这个塞个无尽其实也不会怎样。对，对你其实这样出你也不会怎样，问题也不大。对，因为蓝法也是有面板的基板。对。那个 LB 这样拿，法师的 LB 这样拿也没问题，所以无尽我都无脑做了。对 ，OK， 好，那OK， 那现在好像阵容都讲的差不多。OK， 那就是还有连败基本上刚刚那些还有一些抽到这些卡，魔斗现在就铁男现在稍微尴尬一点，因为你通常抽到的时候没有他的装，因为他的装不会先做，除非你是血量比较优势的时候抽到，然后可以去找他的装，那还行。那你直接抽到他很难直接丢上去就直接锁，对，而且他比较不稳定，他还需要一个后排。对，还有马尔扎其实可以那个叫什么冒充一下 LB， 当然是强度是有差，但是你就是在外交体系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冒充 LB， 然后前面补一个双秘书有兰博当然是最好，没有兰博其实你就随便补一个，然后其他就配一个外交体系，然后他就等 LB 来，如果血量够的话就等 LB 来。不行的话，可能就要继续抽。对，就这样。然后连败的话，一般就考虑极客，因为极客这个羁绊它比较便宜。他这1块钱2块钱的小朋友就很便宜，他的优势就是很便宜，他没有别的优势，他优势就是很便宜。
但又是就是便宜，然后你连败如果是3战力的话，我会建议想玩4费的话玩这个，因为它便宜嘛，它这1块钱很多，你就3个战力4-2抽到一个4费2星，船长2星，基本上血量基本上是能锁的，就是只要你是3战力，然后装备是多的局都能锁。这版好像大概就这样吧，就这样，谢谢大家。